罪求流放岭南，配与本地村妇为夫，生死由命，钦此。像牲口贩子看马牙一样，那个屁股大能生儿子。官爷，这个身板结实，是干活的一把好手，我要了。林家丫头，该你了。官爷，我要他。林雪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个双腿尽断的废人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你要回去干啥？这位姑娘，他们说的对，我已是废人，怕是活不过这个冬天，还是莫要沾染我的晦气。哼，一个流放犯而已，老娘要就要了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起，嘿嘿，回家，今晚你就陪我洞房。小美人儿，姐姐来疼你啦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好歹是个姑娘家，竟然想要强迫你，我的儿，你可是堂堂国公府世子，怎能？我们已被流放岭南，终生不得回京。更何况，楚叶如今是个废人，他终究是用3个铜板买了我。不对，这不是我的记忆，原主干的那些破事，捏脸、虐待、毒房，全涌上来了。你是我花钱买的，好好伺候我。快洗，再磨蹭，老娘把这小丫头卖给老公公换酒喝。原主真是个泼妇，图人家长得好看，强娶人家进门，结果强迫不成，自己的命也丢了。这几个京城来的贵人，到了岭南这蛮荒之地，怕是活不了几天。不过世人都说岭南是绝地，我却说这是老天给的宅基地。既然占据了这具身体，这个家我来撑。他的力气居然比一个成年男子大那么多。骂人会消耗体力，风这么大，咱还是省点力气吧。什么？你这泼妇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这样靠井水镇着，就算岭南再热也不会坏。先吃饱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别跑！你又想挨打吗？老娘掉在地上的东西，给狗吃都不给你吃，给老娘吐出来！以前是我不对，这样的事情我保证不会发生了。都给我吃！谢谢大嫂。你又想要什么？我现在的样子根本做不了你想要的夫君。我要的夫君首先得活着，不吃饱你的腿熬不过去，我可不就成寡妇了。这一次他没有强迫我，羞辱我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林雪是个粗人，不懂你们京城的规矩，可既然婚之贴了，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，只要我喘一口气，就不会让你们饿死。但我的规矩是家里不养闲人。婆婆，你去把破衣服缝补一下。楚月明天陪我去干活，小弟年岁小就算了，至于你，你先把伤养好，别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明天等退潮了，我就去赶海，一定把你们都养得白白胖胖。赶海？林雪，就算你是本地人，也未免有些拖大了。这岭南的滩体满是沙砾，退潮留下的不是鱼虾，而是蚝壳和海虫，不然怎么会是流放地？这么说大话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这你就别管了，总之包我身上。一会儿就到了安检的时间了。时间不早了，睡觉。如果他非要强迫我只能咬舌自尽。这一次居然没有。
别乱摸。海边的木头缝里最容易藏海蟑螂和毒虫了，被咬一口得肿半个月。谢谢嫂子。大嫂，这飞船它漏水啊，海浪太大了，咱们还是回滩涂上挖点小螃蟹吧。今天可是大潮日，来都来了，不弄点海里的狠物怎么行？坐稳了。恭喜宿主，深海透视系统全系统已激活。什么？上一世的透视系统也跟着来了？有了这系统，我定能带着全家发家致富。鱼儿，抱紧桅杆，看大嫂给你变戏法。那条大黑鱼比我还重，还有那些长呼的大虾，我在京城的酒楼里都没见过这么大的。那是锦绣龙虾，岭南的海商最认这个。把这几只虾拿去镇上，够换回半扇猪肉和2袋精细白面了。至于那条石斑鱼，它的鱼皮和鱼骨最生筋络，正好给你哥喝，把它那双废腿好好补补。嫂子真棒！这是海龙王被你捞上来了。你真的去了外海深礁？可不咋的。月儿，生火，今天咱们全家开荤，吃顿好的。好。他不光活着回来了，还带来了那么多好东西。没想到他说靠着赶海养全家，竟然真的做到了。趁热喝，石斑鱼皮是天然的接骨药，对你身子好。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做的饭？大嫂，火太大了，锅炒好重。没用的死丫头，没吃饭吗？叫快点，糊了底，老娘扒了你的皮！这是……怎么会那么好吃？太好吃了！哪怕是当年在国公府的寿宴上，我也没吃过这么鲜甜的肉。大嫂，大虾好甜，鱼汤好香，月儿肚子热乎乎的。这顿饭会不会太奢侈了些了？之前为了给我治病，家里还欠着债呢。怕什么？敞开吃！等我把剩下的几只大虾拿去镇上换了钱，就给你们买精细的白面，咱们包鱼肉馅的大饺子吃。天啊，以后还能吃到鱼肉饺子！大嫂万岁！这个女人粗鲁蛮横，不知礼数，却偏偏有着可怕的生命力。或许只要有她在，我楚叶这辈子真的还能有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天。娘，我冷，好冷。雪儿，你别吓娘啊！这大热天的怎么会冷？你干什么？李雪，好舒服，像大枕头一样。嘿嘿，小可怜见的。嫂子这身膘，别的不敢说，抗病抗燥绝对是10里8乡第1名。
他这次居然没有嫌弃我小弟是个病秧子。小子真好，他那么照顾我们，我总得还点什么。这老太太人还怪好的。大嫂，我帮你梳梳头吧。以前在京城，那些夫人小姐都要节食保持身段的。大嫂你长得挺好看的，要是能瘦下来，肯定是个大美人啊！我不是说大嫂你长得不好看的意思。完了，我在说什么呀？大嫂一定会生气的，我不会挨打吧？是吧？都流放到岭南了，怎么还有容貌焦虑这破事儿？这身肉咋了？这可是老天爷赏的能量库！傻丫头，减什么肥啊？在京城那叫身段，在岭南这叫能吃是福。啥？你看这湿热多风的鬼地方，吃不饱睡不好。要是那些瘦的皮包骨的美人来了，去海边挖半个时辰生蚝就得晕过去。但你嫂子我这身是神仙膘，干活杠杠的，以后谁敢说嫂子胖，嫂子就一屁股坐死他。这就是岭南的标配盐碱地，这里常年海水倒灌，土地含盐极重，所以要种中原的麦子和粟米，怕是不出3天就会被活活咸死沤烂。这也是岭南凄苦的原因之一。你想种地？是啊，只吃海鲜可不行，嘌呤高会得痛风和肾病。肾病我知道，痛风又是啥？历朝历代流放到这里的人，10个有9个想靠开荒种地活下来，可最后都饿死了。在这片海岸线上，想要种活庄稼，比登天还难。地的表面半尺确实是盐碱，可半尺之下呢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是说……他好强，这样的身手若是在战场，怎么也是一个百夫长。这么看来，他当初对我还是留了余地的。这岭南的地，别人种不活，我林雪偏要让它长出粮食来。这是煎饼，尝尝咸淡。好吃。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也许是真的变了一个人。又要出海，这不是女人该干的事。哟，瞧不起女人？那你现在还不是靠女人养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出海太危险，应该让我来做。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帮我干活，我看好你哦。我的心肝宝儿啊！你看看你，这魂口都饿得脱相了，这胳膊细的连骨头都快磨到了。造孽呀！我林家捧在手心里的心肝肝，居然住在这种地方。雪儿，爹妈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你在这饿死。走，跟爹回家去。闺女，爹，我不走。你这傻丫头，这看这破地方，连个遮风挡雨的门都没有，你跟着这个流放犯，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咱们回家，哪怕顿顿喝野菜糊糊，也比在这儿等死强啊！爹娘，既然我林雪认了这门亲，那他楚叶就是我男人，就算饿死，我也绝不干抛夫弃家的窝囊事儿。再说了，闺女我力气大着呢，还能把自己饿死不成？只要敢干，这岭南遍地都是黄金。哎，你这丫头从小就倔，娘说不过你，你不走，娘也不硬拉你。可你不能饿肚子啊，看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。这是你爹去镇上扛大包，攒了半个月铜板换的。你从小爱吃甜的，快趁还没坏，吃2口垫垫肚子。那咸肉你留着，切成指甲盖大小，能配好几碗野菜汤。爹妈不饿，爹妈看你吃。以后我也要好好孝顺他们。爹娘，快收起来，女儿现在不吃这些了。你们大老远跑来，今天就让你们尝尝你姑娘的手艺。啥？
只要有女儿一口肉，绝对不让你们喝半口汤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闺女长大了，爹就是现在闭眼也值了。爹，你胡说什么啊？娘，你别哭，咱们家的好日子长着呢。娘不哭，娘这是高兴，我家闺女终于长大了。这破茅屋连场大雨都挡不住，需要早点攒钱造新房子。浅滩上的小鱼小虾顶多只能糊口，想要真正翻身立足，今天必须得去外海的深水区搏一把，捞点真正值钱的硬货。大嫂，我陪你一起去，你在前面抓鱼，我就在后面帮你看船，往外舀水，我绝不拖后腿。好，带上桶，跟嫂子走，今天带你去海里捞金子。大嫂，这里水太深了，连个钓水都没有，咱们能抓到什么啊？月儿，记住了，水越深，藏着的金子才越大。我天，大货啊！发达了！船要翻了！大嫂快松手！那是海怪！金子，海里长出了金子。什么金子？这是你哥的救命药，也是咱们在这岭南翻身的第一笔本钱。以后我会赚越来越多的钱，让全家过上好日子。相公，你快看，那不是大房家那个村妇吗？车轱辘都快压断了，上面还盖着那么大的芭蕉叶，这绝对是弄到吃食了，而且分量还不小。我看啊，他们瞒着我们吃好的呢，那可不行。对，我们也上门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他们可不能吃独食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海里的龙王爷又显灵了！娘，不是龙王爷帮我们，是嫂子，这都是嫂子捕到的。这东西太贵重，财不露白，可不能被旁人看到了。月儿，把辕门拴死，再打盆井水来。好嘞。老大媳妇儿，你费这么大劲掏鱼内脏做什么？多脏啊！赶紧扔了。嫂子，我们以前只吃鱼唇和鱼腹肉，虽说现在我们家没落了，但这鱼鳔腥气那么重，我们非要吃这个吗？嘿嘿，嫂子叫我吃啥我就吃啥。也不怪你们不认识这个，这玩意儿送不到京城就坏了，但却是大补之物。看清楚了，这叫金钱鳔，在海商眼里，这比黄金还贵，比黄金都贵啊！这东西，连王府的那些老供奉都未必识得真身，他怎么会认得此物，而且还会处理？大嫂，为什么不拿去太阳底下晒干呀？傻丫头，这可是海底的软黄金，若是直接暴晒，鱼胶内外收缩不均，不出半天就会开裂变形，品相全毁。怎么那么滑？我帮你。唉，搞定。她若还是那个连字都不识一个，只会撒泼打滚的村妇，绝无可能拥有这等见识。无论她是得了奇遇，还是当真洗心革面，这样的她都很好。都给我敞开吃！烫，萱儿慢点吃。萱儿多吃点肉，力气大大的。以后大嫂再去赶海，咱们就能帮大嫂扛东西了。大嫂做的饺子是全天下最好吃的。萱儿吃饱了长力气，保护姐姐和大嫂。这死气沉沉的破屋，竟然真的在她的手里生出了滚烫的烟火气。大伯母，大哥，这青天白日的，关什么门啊？哟，这什么味儿啊，这么香！原来是他们啊！以前他们总是打着楚叶的名号招摇撞骗，吃拿卡要，可楚叶一出事，
他们不仅光速切割，还在大理寺做伪证，生怕连累了自己。结果呢，还不是一样被抄家流放？又来闹了，我们分他一些也就算了。不行！当初大理寺构陷之仇，我没杀他已是仁慈，他们休想吃我楚家一口饭！楚爷，你个残废长本事了是不是？敢把天堂地锁在门外，快把吃的东西交出来！怕什么？他们进不来。咱们不仅不给他们开门，还要活活气死他们。大家端起碗，使劲吧唧嘴，怎么大声怎么来，咱们馋死门外那2只小崽子。大嫂做的肉也家第一好吃，谁也不给。怎么学会破龙骨的做派了？气死我了！出苗了，竟然这么快就出苗了。你咋起那么早？这是什么菜？这岭南的荒土盐碱极重，寻常种子根本活不过3日。这叫空心菜，还有旁边那排是红薯藤，这2种东西啊，命比野花草还硬，只要给点烂泥和水，不管气候多差，它们都能活。月儿、轩儿，快把灶台的干柴往里屋搬！哎呦，我的菜苗！把家里的盆全拿出来接水。还懂得保护粮食，干得漂亮！跟你学的。看来重建这破房子要加快了。喝，岭南的雨毒得很，别看现在热，湿气一旦入了骨头缝，你这腿就真废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只是房子塌了一半，晚上可怎么睡？你想要，不过好像也不是不行。别扭啥呢？赶紧上床捂着。有你在，真好。还好这盆没破，咱们今天还有水洗脸。姐姐，你看，老天爷把海螺都吹到咱们家院子里来了，今晚有肉吃了。轩儿真棒，大嫂说了，风雨过后必有大祸，还真是这样。这几个来自京城的贵人们，现在终于有几分过日子的样子了。娘，月儿、轩儿，都别捡那点破柴火了，这破日子咱们就过到今天为止。不出1个月，我一定会把这破茅草屋变成青砖大瓦房。要造房子，起码要15两银子，咱家还有欠债，金钱镖也还没找到买家。你去哪里凑这些？既是海里来的风浪弄坏了咱家的房子，我就去找大海要钱。系统开启全景透视，过滤低价值小鱼虾，搜索高营养底栖生物。全景透视系统已启动，正在穿透表层泥沙，深度扫描完成。前方10米，锁定极其密集的高级营养源野生沙虫群，生物移动速度极快，正在生成预判拦截路线。预判完成。想跑？嘿嘿，我的雷达网里连只泥鳅都别想溜。大嫂，你笑啥呢？这里除了泥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嘿嘿，瞧我的，看准了。嫂子，你真厉害！嫂子，这样要剪到什么时候啊？
月儿，把筐拿来，咱们只挑最大的砸。哇，嫂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是神仙吗？嘿嘿，你说对了，我们今天也算满载而归，回家。黑光，黄金鱼是金光，其他的都是蓝光、白光，黑光还是第一次见到，这会是什么好东西？嫂子，这贝壳要多少有多少，你拿着它做啥呀？说不定里面有好东西呢，这里面一定有好东西。我们带好东西回来啦！好东西，好东西！怎么会捡到如此多的生蚝？生蚝算什么？我手里的才是好东西。月儿，关门。嫂子，这么丑的老蚌，肉肯定老得咬不动了，里面真能有宝贝吗？一定有。成了。嫂子，这珠子怎么是黑乎乎的？以前在京城，我看那些夫人戴的珍珠都是白亮亮的，这黑不溜秋的，是不是坏在水里了？这是老天爷啊！这是极品南洋孔雀黑珠。不愧是世子爷，果然识货。这东西值多少钱？当年太后60寿辰，藩邦附属国进贡了3颗，被奉为绝世国宝。你这一颗若是拿去府城最大的珍宝，少说能换回1000两白银。这是这珠子的市价，但咱们绝不能拿去府城卖，更不能按1000两的价去卖。是啊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们只是平头百姓，你们又是被流放到这里的，若是一下子多了1000两白银，怕是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算了，那这颗黑珍珠先收起来，以后自有它的用处。既然说到这个，主页，我有活儿给你。什么活儿？既然珍珠不能卖，金钱镖总能卖吧？我知道这东西是顶级货，但我不擅长砍价，搞不好要吃暗亏。你去帮我把这块金钱镖卖个好价钱。我如今只是个双腿尽废的残缺之人，他居然敢把这等堪比身家性命的重磅如此放心的交托于我。好，楚某定会要到最公道的价格，绝不让你这番心血少卖半个图板。你没事吧？连警察来了，到了。这位娘子，你风干的手法极其老道，这确实是上好的鱼胶。这样吧，10两银子交个朋友。村里人一年最多赚个3、4两，掌柜的一下子能拿10两银子，不少啦。莫非苏掌柜欺我们是乡野之人，所以开这玩笑？大厨海志有云：金龙鱼极其狡猾，30年方生1寸角。苏掌柜手中这块长1尺，厚过寸，荧光极其通透，金钱纹路极其繁密，且呈暗金色。10两银子，是不是有失偏颇？公子虽然身处这岭南之地，这见识却极其不凡，老朽受教了。这样吧，12两银子，外加把你们亲自送回，如何？我做不了主，他说了算。成交。一会儿先去王屠户的肉摊儿，然后去村长家，先把这2笔清了，咱们在这村里办事儿才能挺直腰板。世人大多贪财，没想到他如此诚信。好，辛苦娘子了。你说啥？没啥。生蚝真是好东西，肉好吃，壳也有妙用。生蚝壳拌上黄泥、红糖、糯米，就可以做坚固的生蚝墙，到时候就不怕台风了。轩儿，加半桶糯米汁儿。大嫂，咱们真不买青砖啊？这生蚝壳看起来脆生生的，真能砌墙吗？嘿，程八老，嫂子，你说啥？什么是程八老？嘿嘿，没啥，
你们是京城人，不知道这生蚝做成的墙壁要比砖瓦都结实耐风呢。大嫂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其实也是因为还了债以后，家里没那么多钱盖房，只能先凑合一阵子。大嫂，哎呦，这是在垒墙呢。有事儿？大嫂，你这墙砌得这么结实，咱们二房的屋顶和院墙也漏得厉害。既然大嫂手艺这么好，材料也是现成的，不如顺手也去帮我们砌一墙。俗话说长嫂如母，大嫂力气大，干活快，帮衬帮衬我们也是应该的嘛。二弟妹能念着咱们是一家人，我这个做大嫂的心里自然高兴。这生蚝壳你尽管叫二弟来搬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全当我这个长嫂帮衬你们的。那这灰浆和砌墙的事儿，那别想。你长了这一身力气，何必这么小气？你做什么？你既有这个簪子，不如给了我，何必那么小气？哼！大嫂，他明明就是想来占咱们便宜，还拿话挤兑你，你为什么还对他笑？轩儿，发脾气是最无用的东西。既然咱们占着理，就不必自降身价去和他们逞口舌之快。去帮嫂子拿2块壳来，咱们接着修房子。好。大嫂，这生蚝壳摸着跟石头一样凉丝丝、硬邦邦的，连一点缝隙都没有。这可是咱们家的第一道防线，有了它，晚上睡觉连海风都吹不透。老天爷，这林家大丫头莫不是懂什么鲁班神术？这墙竟比镇上大户人家的青砖还要结实。不是我厉害，这也是后世你们研究出来的，只是被我提前用了而已。大嫂，你腰上的麻绳带子今天早上是不是多系了2个扣眼？还真是。雪儿，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这衣服怎么空荡荡的？累什么？我天天吃3大碗饭，顿顿不落。这是老天爷看我干活卖力，把那些虚肉都给换成实打实的肌肉了。你看，我这身肉只要多动动，就能变成干活的力气。你的腿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我的腿，连大理寺的太医都说经脉已废，再难站立。不试试看，怎么知道？水温刚好，可能会有点烫，但必须用这股热劲儿把你骨缝里的寒毒拔出来。你们习武之人应该知道，经脉就像是弓弦，你常年坐在轮椅上，弓弦松弛了，自然就使不上力。我现在做的叫肌肉唤醒，可能有点疼，你忍忍。这样揉真的有用吗？当然。疼吗？如果觉得酸胀，那就是气血通了。好了，肌肉热身结束，现在咱们试着站一下。不行，我根本使不上力，会摔的。你不用把全部的力气放在腿上，你把重量交给我，就我这身吧，你放心，保准摔不了。我数1、2、3，你试着用大腿根部发力。1、2、3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别怕，感受你脚底踩在地上的感觉。别低头，看着前面。有感觉，像是有针在扎。慢慢来，总有一天，你不用靠我，也能靠自己站起来。野猪下山了，快躲起来！这畜生发起疯来，能把泥墙都给拱塌了。撞，把他们的墙全拱塌！嘿嘿，守株待猪。娘，月儿，快拿大盆出来接血！老天爷心疼咱们天天吃海鲜，给咱们送红烧肉上门了。我天，那可是200多斤的肉啊！这墙难道真的是铁打的吗？林家丫头，你这墙到底是施了什么仙法？这么大一头野猪，硬生生把自己撞死了，可这墙连块皮都没掉。是啊，刚才要不是这墙挡着，这畜生冲进院子里，你们一家老小可怎么得了？哪有什么仙法？
这叫蚝壳墙，砌的时候不用什么名贵材料，去海边挖点黄泥，混着高温烧过的碎贝壳灰就成。如果家里宽裕，再掺点糯米汁也是极好的。把蚝壳像这样45度角往下倾斜着嵌进去，这样雨水顺着壳就流下去了，墙体永远是干的，自然坚如磐石。这么金贵的保命方法，你就这么白白教给我们了？这在城里，泥瓦匠可是要收大价钱才肯传授的。大家都是乡亲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岭南台风多，若是大家的房子都能砌得结实些，少受点风吹雨打，也是一件功德。大家若是想学，回头随时来院子里看，我都欢迎。林家娘子，你这心胸真是宽敞。以前我们听信了闲话，没少在背后瞎议论，可你不仅不计较，还把这挡风保命的办法告诉大家。婶子真心记你这个情。可不是嘛，这岭南的台风一来，咱们那破泥墙说塌就塌。要是真能学会垒这蚝壳墙，今年一家老小就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多谢林家娘子。多谢林家娘子，婶子真心记你这个情。装什么大善人，不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吗？哼，那么大一头野猪，也不说给我们分一半，活该吃死你！这些猪油留着以后炒菜用，哎，如果有冰糖就好了，可以上糖色。不过古代的野猪肉根本不用怎么加调料，就是香。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。轩儿，帮大嫂看好火，等汁水收浓了，咱们就开饭。好香啊，大嫂！轩儿保证不让火熄了。老大媳妇儿，你这手艺也太好了，这猪肉可是稀罕物，怎么不给亲家公送下去？娘，你放心，我早就留好了，这些是咱家的。大嫂太好吃了，肉在嘴里自己就化开了，比我们天天吃的海鲜还要香。是啊，天天吃海里的东西，嘴里总是发咸。正经的山猪肉配上米饭，真是给个神仙都不换。浅滩上的小鱼小虾，顶多只够解决一家人的温饱，距离还完欠债还远着呢。水越深，藏着的真金白银才越肥。今天拼了！难道他们是古老的水上民族疍家人？传说中，他们以舟为事，浮海而生。想不到以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，现在就在眼前。还是别打扰他们为好。阿锤，救命啊！系统开启水下透视，锁定落水幼童坐标。锁定完毕，深度7米，暗流强度高危。海神护佑，这位勇敢的陆地客，你救了我们部落的血脉，请上主船，我们疍家人要答谢恩人。登船！这位姑娘好神力！多谢恩人，以后恩人若是用得上，我们就算跳进刀山火海，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大嫂子快起来，咱们都是靠海吃饭的人，海浪无情，人有情，见死不救，那还要这身力气干什么？上咱们疍家人最好的干粮，招待恩人。阿爷，这粥是我吃过最香的，但实不相瞒，我还有双腿残疾的夫君和年幼的婆婆弟妹等着张嘴吃饭。我今天拼死闯着外海，就是想寻摸点能换大价钱的稀罕海货，不知阿爷可有什么指教？恩人是个实在人，这片海对外人来说是吃人的迷魂阵，可对咱们疍家人就是自家的后院。既然恩人要养家，老朽就送你一场富贵，全当报答救命之恩啊！明早大退逃，你随我来，老朽带你去那片常人不敢进的红树林，抓一种酒楼都抢着要的霸王货。这底下藏着的叫雷公蟹，这东西在烂泥里成了精，平时根本不出来，壳也比礁石还硬。那一对大钳子啊，能生生夹断人的指头。咱们疍家人从来不硬抓，得用蝎饵钓，跟他熬耐性。
好家伙，阿爷，这玩意儿起码有5、6斤重，力气也真是邪乎。哈哈，这就是雷公蟹金贵的地方。这东西只在初秋下暴雨的时节才肯钻出来，一年就肥这么1个月。多谢阿爷。初秋的雷公蟹，这分量少说也有5斤半。镇上的乡绅正愁宴客没有压桌的大菜，你这蟹我收了。你想要多少钱？岭南的物资实在太贫乏了，有时候有钱都买不到菜。酒楼里货品多，倒是个好机会。我不换钱，家里断粮了，得拿实在的物件来换。没问题，姑娘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这后厨有的，任你挑。先给我来10斤粗海盐，再要1扇带皮的五花猪肉，2斗精细的大米。那是荔浦的大芋头吧？切开带紫槟榔纹的，给我装上几个大的，还有那边的沙姜，1大捆紫苏叶子，以及那筐刚摘的凉瓜，我都包了。姑娘真是懂行的那家子。这沙姜和紫苏可以去腥提鲜，凉瓜去秋燥，最是绝妙。伙计，再给这位姑娘搭2罐陈年的头称酱油。多谢老板了。这日子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大嫂，好臭，菜坏掉了。岭南这天真是毒，好好的东西放不了1宿。当年在京城府里见着身障许的冰窖，瓜果蔬菜放进去半月不坏。唉，现在可咋办？只能丢了，不然会吃坏肚子。扔了多可惜！岭南这鬼天气，湿热难当，鲜物留不住。可既然老天爷不让咱们存新鲜的，那咱们就顺着他的脾气，借着这股热气，把它变成放不坏的好东西。嫂子，你又有啥好主意啦？第一步叫杀青，粗盐能逼出菜里的苦水，还能防腐。这叫发酵，封住口子，等过个10天半月，盐味和菜叶子里的酸味一中和，就会变成又酸又脆的老坛酸菜。以后拿它切碎了炒肉末，或者要就着白粥吃，最能开胃解暑。岭南的胀热倒成了你手中的火候，有这手艺，往后家里便不怕断了蔬菜。你说的对，既然这天日能熬酸菜，那海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能这么弄？海鲜极易腐败，若是不立刻剖腹晒成干，半日便会发臭生蛆，如何能腌制？死鱼死肉当然会臭，但如果加上足量的海盐，彻底捣烂，再摆在毒太阳底下，让它臭到极点呢？臭到极点？退潮的时候，海滩上多的是小毛虾，那东西去壳没肉，带壳扎嘴，乡亲们连看都不看一眼，任由他们在沙滩上晒干发臭。咱们明天去海边，把那些没人要的小毛虾全捞回来，也给它来个加盐发酵。大嫂，发臭的虾怎么吃呀？那不是坏肚子吗？傻丫头，有句话叫物极必反。只要工序干净，盐结给够，时间一长，那些臭气就会转化成一种异香。到时候咱们不仅自己吃，还要把它卖到镇上去，赚那些大酒楼的银子。看来只要有他在，这满是泥泞与酷热的流放之地，真能被他翻腾出金山银海来。大嫂，这毛虾腥味极重，你真要带回去啊？傻丫头，上次的酸菜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等大嫂给你做更好吃的虾酱，保证鲜调美貌。这似乎与京城制作鱼块的法子不同，这般暴晒不会腐坏发臭吗？会臭，而且会非常臭，但这叫发酵。你且等上半个月，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了。大嫂，大嫂在吗？二弟妹有事儿？怎么会那么臭？若是吃不起肉，我们便算是砸锅卖铁，也给大哥大嫂凑几文钱买块新鲜猪肉。可这些臭味真的熏到我了。弟妹，你这娇贵的鼻子，怕是闻不惯岭南的好味道。这叫虾酱，乃是极为难得的发酵美味。不信你问大家。对，京城来的教客不懂货。林家娘子，你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讨海手艺。你们这些贵人嫌臭，却不知道在我们岭南沿海，这叫咸虾酱。遇到刮台风下不了海的荒月，海里打不到食，全靠这一口酱吊命。就是海里的东西，这位娘子是还没饿透，真饿急眼了，树皮都啃，还嫌弃虾子臭，可不是嘛？毛虾虽小，也是荤腥啊。林家娘子是个会过日子的，哪像有些人自己不干活还挑三拣四。我并非嫌弃，只是二爷他身子实在受不住。既然大嫂和乡亲们都说是好东西，那便是我这做弟妹的无知了。海伯、婶子，借你们吉言，等过半个月，这虾酱彻底发酵熟了，我给几位装一小罐尝尝鲜。好嘞，那老头子我可就等着林家娘子的好手艺了。叶儿，
之前的事情就算了吧。你看，雪儿现在不仅护着咱们，还有勇有谋，是个值得托付一生的好媳妇儿。什么？娘看你啥都不明白，之前在战场上坏了脑子。你们既然签了婚书，就是正头夫妻。你是个男人，不能总让媳妇儿在外面冲锋陷阵。平时你也主动些，晚上若是他有那个心思，你别总冷这张脸，总归是要好好过日子的。母亲，我知道了。既然母亲说了，说她今晚想要，我便赦了她。这是我欠她的，也是为人父的责任。那么着急，就要开始了吗？你往里挪挪，别压着我宝贝了。什么几斤小毛虾能出10坛虾酱，一坛要是卖30文，那就是300文。明天再去后山看看有没有水果可以摘。天那么热，你裹那么严实，不怕捂出痱子来吗？把被子分我点盖盖肚子。不用你管，你和你的虾酱过日子吧。奇怪，他昨天怎么莫名其妙生气了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找水果。俗话说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，说不定今天可以找到荔枝呢。野生龙眼。大嫂，这果子坏了，又酸又涩，舌头都麻了。坏了？不可能啊！我真是糊涂了。现代那些河小肉厚、清甜爆汁的17龙眼，是经过几百年的嫁接和品种改良才培育出来的。在古代，这漫山遍野纯野生的果子，怎么可能是甜的？娟儿，别吃了，这野生果子酸气太重，你脾胃虚，生吃要坏肚子的。好吧，就吃几颗，没问题的。雪儿肚子好疼，像有刀子在绞，好冷，好烫！雪儿的身子不是好多了吗？怎么又这样了？雪儿小小年纪就随我们流放于此，自然体弱，都是我这个做大哥的无能。我现在就去镇上给他请大夫。哭有什么用？眼泪能退烧吗？娘，你用凉水给他擦拭脚心。楚叶，去把灶堂里的火升起来。看来轩儿贪嘴是典型急性肠胃炎，没有现代抗生素，脱水和高烧是极其致命的。不过也有别的方法。你这是？干烤过的龙眼核和龙眼壳最能收敛肠胃止泻止呕。老姜驱寒，海盐补液，这咸姜水加上焦炭的吸附力，是岭南穷苦人家救命的偏方。轩儿喝了一定会好起来。不疼了，嫂子真厉害。那当然。你这干炒果壳加盐水的法子，真是比大医馆里的猛药还要立竿见影。这叫偏方治大病。不过轩儿刚吐空了肚子，虽然病好了，但嘴里肯定发苦没味儿。算算日子，咱们半个月前在院子里暴晒的那几罐子小毛虾，火候应该熟透了。大嫂，你真要给大家吃那个臭烘烘的烂虾呀？傻丫头，吃了你就知道了。跟嫂子开这盲盒去。熟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下饭神器。这明明没有放肉，怎么吃着比肉还要鲜香100倍？林家娘子，你家这虾酱熬出头了吧？那我家老婆子馋得连粥都喝不下了，厚着脸皮来讨一勺。海伯拿去吃，吃完再来舀。多谢多谢。缺少蔬菜，所以孩子们很容易生病，菜地产量有限，是时候该想些办法了。林家娘子，你上次那雷公蟹确实是好东西，但这乡下发酵的糙物腥气太重，哪能上我们这大酒楼的席面？掌柜的，借你这口锅用用，好吃你买下，不好吃我倒贴你10文钱柴火费，如何？这等提鲜的神物，我全包了。林家娘子，一罐30文钱，我跟你签1年的长期。好，多谢掌柜。给卖虾酱赚的30文，你收着。这钱买粗盐和糙米，勉强够撑几天。
不买米，咱们前阵子不是存了一些钱吗？先不着急还债，我想拿这钱去找村长，把屋后那片地租下来或者买下来。那片地积水严重，而且海水倒灌，盐碱太重，根本种不了庄稼。你要这个做什么？谁说买地一定要种庄稼？那地方既然容易积水，咱们就顺着它的地势往下挖，做个淡水鱼塘。挖出来的烂泥堆在四周做土埂，洗掉盐碱，就能种些耐活的蔬菜。这样塘里养淡水鱼，不用天天去海里搏命，全家也能有稳定的进项。挖塘养鱼确实比坐吃山空强。若要动工，云水和排水的位置得先算好。我以前看过地方志的水利图，可以帮你规划位置。咱们回村，先找村长谈谈。行。村长，我想把我家屋后那片水洼地买下来，您看村里能给个什么价？林家丫头，要是以前的你来买，就算那块地不值钱，我也不愿给你。但前些日子你把欠我的5两银子连本带利还清了，冲你现在这份信誉，这块烂泥地加上后面的小土坡，拢共2亩多，10两20文钱，我做主划给你，如何？这价格公道。成交。雪儿，叫我们来这烂泥地干什么？娘，这片地刚才我买下来了，从今天起这地方归咱们家了。买下来了？这是咱家的地了？对，我想顺着地势挖个大水坑，四面用泥垒高，做成个淡水鱼塘。有了水塘，咱们就能自己养鱼。好，买地好。当年在京城，咱们国公府有几百顷良田，可抄家的时候连片瓦都没留下。到了这岭南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，总觉得咱们像水面上的浮萍，哪天风一吹就散了。只要买地，咱也算是有自己的产业了，终于可以在这里扎根了。大嫂，有了鱼塘，咱们是不是天天都能吃饱啦？对，以后让轩儿天天去塘边摸田螺，给你们加餐怎么样？大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啊！引后山流下来的淡水，从那个高坡开口。东南边地势最低，留作排水沟，用石头垫底，这样大雨天水也能排出去，不至于漫塘。行，听你的。从这道线开始，咱们今天先把草拔了，把塘的轮廓给清出来。土地是我们血脉里的东西，有了地，心就能踏实了。林家娘子，吃了你的虾酱，没啥好报答的。今早在水蒲地里抓了条大水蛇，已经剥皮去脏，处理干净了，给你家添个菜。这楚家大郎不是残废吗？你站起来了！我站起来了！海伯，你这条水蛇送的太绝了，简直是神医下凡！老天保佑，祖宗保佑，燕儿的腿有知觉了！怎么不睡？风雨太大，睡不着吗？台风季要到了，光靠赶海填不饱肚子。我打算趁着这场雨，提早把屋后那片荒地挖成鱼塘。只要云水入塘，咱们养鱼、种桑、养鸭，在这岭南搞个生态鸡塘，就不信还会青黄不接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慢着，你这样忙挖，一旦暴雨倒灌，鱼苗会全部跑光。我在兵书《水经注》和《越地地番志》上看过水利图，咱们可以造一个鸡塘，西南角挖一道进水渠，引后山的活水；中背角地势低，留一道铺着碎石的滤水沟做泄洪口。挖出的烂泥全部堆积在塘边夯实，形成宽5尺的塘基。塘底的淤泥日后可在塘基上种桑、种菜，甚至种甘蔗。鱼粪肥泥滋养作物，生生不息。好你个楚烨，可以啊！我也想为家里出些力。昨天不都站起来了吗？虽然只是很短的一瞬，但你站起来的时间肯定会越来越久，到时候你还愁没活干。王婶儿，看看我家新砌的这面墙。不像有些人砌个墙还要往里头倒金贵的糯米汁和红糖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你看我家就用这道沟里的烂黄泥或点海水，一样能把贝壳贴上去，不仅省钱，看着比他家还气派。柳家的，你这墙看着可不太结实啊，这贝壳怎么都是平贴上去的，和你大嫂说的不一样啊。你懂什么？贴上去能挡风就行了，他们能砌，我们凭什么不行？墙倒了！我的腿！林家娘子，快救命啊！你弟妹的墙塌了，把王婶压在下面了，他们都吓傻了，根本搬不动那土壳子，这样可要出人命！都给我滚开！
滚开！柳氏，这就是你修的墙，出了人命你拿什么赔？这不能怪我们，是海风太大了。对，大嫂家也修了墙，凭什么她的不倒，我们的就倒？肯定是老天爷不长眼。凭什么？就凭你贪得无厌、偷工减料。我砌墙用的是深挖的粘土，高温对烧的白灰，再加糯米汁和红糖熬浆，干糕以后坚如铁石。你呢？随便挖点烂泥兑海水，连里面的草根都没挑干净。我用生蚝壳是因为它厚实，45度角倾斜镶嵌，雨水不流，海风不透。你为了省事，把薄皮花蛤壳平贴在表面，不仅挡不住风，墙塌了这壳就是割人的刀子。你这不是建墙，你这是在建杀人的陷阱。呸！黑了心肝的东西，自己想省钱装阔，差点害死王婶。林家娘子那是真手艺，你这就是谋财害命，赔钱，必须赔钱！赶紧拿1两银子出来，给王婶看腿抓药，少一个铜板，我今天就把你们全赶出村。不懂泾渭岭南的人，早晚得被风浪拍死。去吧，好好长肉。大嫂，它们好小啊，什么时候才能长得像大黄鱼那么大？这就得看你的了。草鱼吃草，以后每天早晨你负责去山坡上割一筐嫩草叶撒进水里，能办到吗？轩儿一定把它们喂得肥肥胖胖的。台风天那么快就来了，我要看看鱼塘有没有事。快，拿麻袋撞泥，决口了，鱼就全跑了。接住！大嫂，你看，鱼还在。楚叶的腿经过这几次刺激，已经隐隐有了痛感反应，但想要彻底重塑他那萎缩的经脉，还必须有一剂大补气血的猛药。趁着今日天气好，这片魔鬼暗礁，我今天必须搏一把。系统开启透视，搜索高价值药用海产。前方10米礁石缝隙，发现剧毒海蛇群。左下方深礁底部，锁定高纯度营养源野生海参。这是深海的野参，大补气血和经络。到时候你的腿可能会疼，疼也要忍着，那是经脉在长。又辛苦你了，多谢。疼吗？就算刮骨疗毒我也能忍，这点疼又算什么？这些日子多亏了你，我一定要早日站起来，撑起这个家。好，我等着。到了那天，我的债也算还清了，到时候是时候和他和离了。真甜，大嫂，这几根怎么是绿色的？皮看着好硬，也能吃吗？青皮的皮厚肉硬，嚼着扎嘴，不能生吃。但若是用来熬糖，却必须用这青皮沾，它的含糖量比紫皮的高出1倍有余。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我以为你们这些世家公子都是五谷不分的。那是其他人，并不是我。以前在京中，户部督办岭南贡糖的折子曾送到过我父亲的案头，上面详细记载了青榨熬糖、紫榨食果的浓雾。那你之前看我拿紫皮甘蔗插在糖边，怎么不说？之前你从山里砍回来的只有紫皮的，手里没货，说了也是白说。真有你的！明天我就去后山，再砍些青皮的，种在咱们糖基上，专门熬糖。到时候月儿和轩儿就有零嘴吃了。等甘蔗长起来，根系能牢牢抓住泥土，糖基就不会被雨水冲塌。甘蔗叶子砍下来扔进水里，是草鱼最好的草料。雪儿，真有你的。没错，鱼吃了叶子，拉出来的鱼粪沉在水底，熬成肥泥。等年底咱们清糖的时候，再把肥泥挖上来盖在甘蔗根上。你这兵书里的鸡汤法子真绝了。好吧，原来他根本没注意到。他们天天吃香喝辣，连个水坑都能养出大肥鱼，却不分给我们，也太小气了。哼，他们不给，我自己拿。反正鱼在水里，
少了他们也发现不了。救命！谁踹我？半夜不睡觉，跑我鱼塘里洗澡来了？敢偷我的鱼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半夜的要杀人吗？管好你男人！想吃鱼，拿钱来买。再让我逮到他半夜往我鱼塘边凑，我剁了他的手喂鱼！村姑，悍妇！哦，忘了你了，你着急了是吧？被我抓住，下次连你一起打。你打我干嘛？闲着也是闲着，反正是顺手的事儿。老板娘，这鱼怎么卖？海鱼便宜，你这淡水货那么小，总该更实惠些吧？海鱼虽大，却带着腥咸。这批草鱼喝的是山泉活水，吃的是脆甜甘蔗叶，肉质清甜无刺。镇上的独一份，零售10文一斤，即决还价。你这2盆鱼我全包了，以后每天给我送30斤，我们要的多，8文一斤如何？每天30斤可以，但要签长期。至于价格，每斤10文，分毫不能少。掌柜的要固定找这样的货源，也浪费您的时间，不是吗？好，那你可要把最肥美的都给我啊！那是自然。他不需要同情，昔日的战神世子照样能在这市井里活下去。有些事情是时候做了。别咬自己，撑过去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恭喜你挺过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到了，疼，很疼。雪儿，我可能站起来了。知道疼就好。楚叶，你真要站起来了。我们也是时候分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腿已经能感觉到疼了，复健的法子我也都交给了娘和月儿，假以时日，你一定能重新站起来。如今家里挖了鱼塘，有了进项，日子算是彻底盘活了。当初我确实趁人之危逼你签了婚书，你本是京城里的贵人，早晚要洗刷冤屈回去的。我就是个粗人，受不了高门大户的规矩，到时候如何是好？签了字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原来这几个月的同甘共路、生死相依，在你眼里只是一场随时可以结清的买卖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疯了！京城那里只有算计、背叛和踩着我上位的伪君子。你觉得我想回去？可我楚叶这辈子过得最安稳的日子，是在这岭南这漏雨的破茅屋子里。你先坐下说，腿还没好全，别逞强。不，我拼了命用这双腿站起来，就是想明明白白告诉你，我不回京城。什么洗刷冤屈、恭候爵位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我就想在这里安稳过一生。还是说你嫌弃我？我怎么会嫌弃他？我在现代可没见过这样的极品帅哥。留在岭南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地方瘴气重，台风多，地里全是盐碱，穷山恶水，以后咱们要吃一辈子的苦。吃苦怕什么？这几个月老天爷要饿死我们，我们就下海去抢大黄鱼，暴雨要冲塌鱼塘，我们全家就拼命护堤。这岭南的天要压咱们，咱们就跟他死磕到底。说得好，等有钱了，我们把旁边的荒地也买下来，种甘蔗，种果树，酿酒，做腊肉。我要让这流放的苦寒之地变成天下最富足的温柔乡。我与你一起。鱼太多了，这样就不怕吃不完了。哎呦，邻家娘子，你这卖的什么面疙瘩？泡在水里还泛着股鱼腥味儿，狗都不吃吧？你看看这满集市，谁家花钱买这水不拉几的玩意儿？这镇上的人没见过鱼丸，光看外表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弹牙，这下如何是好？雪儿，看是看不出味道的，酒香也怕巷子深，去借个红泥小火炉来，烧一锅滚水，咱们当街煮。掌柜的，火炉借我一用。不要叫卖，拿竹签串起来切成小块，告诉他们，这叫深海龙珠，新奇吃食，今日只送不卖，每人现尝一口。这是鱼肉，
竟然如此弹牙爽滑，不仅没有一根骨刺，这鲜味简直好像在舌尖上跳舞。老板娘，给我来5斤。这丸子我银海中全包了。这手打鱼丸，纯手工剔骨捶打，100斤活鱼只出30斤精肉，价格也贵一些，要30文一斤。30文？这比活鱼贵了快3倍！我们都是老生意了，你怎么可以如此狮子大开口？掌柜的误会了，鱼丸制作不易，剔骨剁泥上劲，卖的就是这份独一无二的手艺。这龙珠稀奇，一定会成为酒楼的招牌菜。到时候客似云来，掌柜的日进斗金，这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？对，我可不能让这龙珠成了其他酒楼的招牌菜，抢了我家生意。行，50斤我全要了，明天你直接送到酒楼后厨。你这招欲擒故纵，硬是把鱼肉卖出了比猪肉还贵的价钱，可以啊！多谢娘子夸奖。轩儿，把叶子扔进塘里。好嘞。火候到了，古法云温火熬姜，必须改小火慢熬，否则底部一旦焦糊，整锅汤都会发苦作废。成了，退火！好吃吗？好吃。慢点吃。现代人控油控糖，却不知道对于古人来说，这是难得的美味，更是能换来真金白银的硬通货。林娘子，大老远就闻着你这院子里飘着甜味儿。听说你最近发了笔横财，那当初借的8两本金，加上这大半年的利钱，35两，今儿个该结了吧？大储律例，高利贷利息不得超过本金的50%。你这叫明抢！哼！听见我夫君说的了吗？这是8两本金，1文不少，拿到了你可以滚了。利息呢？想要高利贷利息？行啊，咱们现在就去县衙击鼓鸣冤，看看县太爷是先判我还钱，还是先判你个无视大储律则、放印子钱的流放之罪。你敢去吗？行，算你狠，这8两老子收了，欠条2清，咱们走着瞧。原主的债务终于快还清了，这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大嫂，银海楼的采办刚才让人传话说，今天那50斤鱼丸他们全要了，而且往后每天都要这个数。还有镇上的几个小户也订了10几斤。成啊，看来咱们的活鱼变鱼丸是彻底把这财路给摊开了。说来好笑，上次你特地给亲家公亲家母送去，他们哭着说闺女长大了，反而又塞你一些米粮回来。说起来，我们家又欠了你娘家的人情。是啊，我爹娘就是那么疼我，我也要好好孝顺他们。不过天天这么干，我们身体都受不了。娘，月儿，咱们今天得换个打法。怎么打？都听你的。娘，你以前在国公府掌管中柜，手最巧，今后你专门负责给活鱼剔骨、刮鱼肉。月儿，你腿脚快，负责把刮好的鱼肉端给我。轩儿，你人小力气小，就在灶台后面盯着火，看好锅里的温水，你就负责记账和采买。至于我，只管捶打上劲儿和下锅定型这2道最费力的关卡。好。娘，不用急，咱们是自己家干活，不是高门大户里赶工。哎，娘晓得，娘能干好。真不愧是流水线，效率比单干快了3倍不止。你们瞧见没？楚家昨天又从镇上拉回了半扇猪肉，那日子过的简直是拿银子当水泼。
他们那到底卖的什么神仙肉，能这么赚钱？谁知道呢？当初那林雪可是个粗笨的悍妇，如今突然发了横财，莫不是在镇上捞了什么偏门？各位婶子，快别说了，我大哥大嫂如今是飞上枝头了，可怜我们二房连口热汤都喝不上。我不过是去求大嫂借2升糙米，她便将我赶了出来。我其实也不图她的钱，我就是担心大嫂那手艺来得奇巧，镇上那些大老板凭什么买她的账？她一个女人家，天天抛头露面的，万一为了几个钱做了什么不干净的勾当，连累的可是咱们整个楚家的名声啊！呸！柳氏，你少在这里满嘴喷粪！你当大家都是瞎子吗？林家娘子每天半夜起来剁鱼，那案板敲得震天响，人家那是实打实凭一把子力气挣出来的血汗钱，有本事你也去赚！哼，你自己不干活，还眼红人家发财，你这心肠也太黑了！就是啊，林家娘子之前还大方的分了咱们虾酱，教咱们垒墙。柳氏，你这么编排人家，确实不地道。你们拿了他一点好处，就被迷了心窍了。谁被迷了心窍啊？谁被迷了心窍啊？如果大家伙好奇我林雪是怎么赚钱的，直说便是，用不着听那些蛇妇乱嚼舌根。镇上瀛海楼订了我家每日30斤的手打鱼丸，也算是个固定营生，确实赚了一些小钱。不瞒各位，这都是辛苦钱。这些天来，我家各位都被累到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。可不是，赚钱哪有容易的？只可惜我倒是愿意出力气，就没这样的好脑子。刚才多谢各位为我仗义直言，我林雪虽是个粗人，但也懂独木不成林，一花难成春的道理。既然各位乡亲愿意信我林雪的为人，我也问问你们，想不想跟我一起挣镇上大酒楼的银子？林家娘子，你是说你要带咱们一起干？可这手艺可是你家的摇钱树啊！单打独斗能赚几个钱？要做就做大的。从明天起，只要是村里手脚干净、肯花力气的人，都可以来我家院子。你们去海里捕鱼，我教你们怎么剔骨刮肉。只要你们把处理干净的鱼肉送过来，我林雪按10文钱1斤的价格，有多少收多少。10文，那么多？对，就是10文。我要让这村里的家家户户今年冬天都能挂上腊肉，穿上新棉袄。林家娘子正义，我们跟你娘子正义，我们跟你干，我们跟你干，我们跟你干。有这样的毅力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火再小一点，别让糖浆糊了底。这次的甘蔗长得足，熬出来的糖比第一批颜色更深，药性也更浓，可以拿去卖钱了。那明天一早，你跟我一起去镇上，你负责跟药铺掌柜谈价，我负责送货。雪儿，我这2天已经能自己走到院门口了，明天你不用推我了。成，那明天咱们就不坐轮椅了，卖了红糖，咱们直接坐新买的牛车回家，让你风光风光。什么？怎么没听清楚吗？明天我们就去买车，到时候我们家也是有房有车了。我知道，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我。怎么了？高兴傻了？是啊，高兴傻了。到时候我们选一辆最好的。早去早回，咱们如今也是要置办大件产业的人家了。2位客官好眼光，这可是正经的壮年间牛，配上这上好的铁木大车，拉上1000斤的货，跑起来都不带喘气儿的。一口价15两银子。15两？你这车轮子上的铁皮都磨薄了，你坑谁呢？哑口磨损严重，少说也有8岁，早已过了最出力的壮年。左后蹄有暗疾，蹄关发热，这叫漏蹄病。平时看不出，一旦拉重物走远路，不出10里就会瘸。用一头带着暗疾的老牛冒充壮年，15两。这车加牛我最多出7两，多一个铜板。我们立刻去下一项。哎呦，公子真是生了双火眼金睛，这7两实在亏本。
1、2、3，八两您全走，就当交个朋友。成交。老伯，这羊怎么卖？这母羊刚下崽，可是没草吃，奶水不足，连大带小给2两银子就牵走吧。咱们家鱼塘边虽然有草，但养羊颇费心力，你买它做甚？你和轩儿娘的身子都需要大补，羊奶性温，最能养胃补气血。这母羊只是饿瘦了，底子还在。咱们买回去，每天给它喂鲜草，它产的奶就是咱们全家最好的补药。老伯，这羊我要了。老天爷啊，那是林家娘子，他们竟然买得起大牛车了，还买了活羊。人家那是真有本事啊！这大半年来，又是修房子，又是大牛车，算是彻底在咱们岭南扎下根了。有车有房，这岭南的生活终于开始奔小康了。府城来了大贵客，明日设宴，急需100斤鲜活的深海东星斑，必须是活的。谁要是能弄来，酒楼出50文1斤的高价收购。别抢了，东星斑只长在深海外礁，那地方暗流能把船掀翻。最要命的是，这鱼娇气得很，一旦从深海拉出水面，肚皮就会胀气，没等运回码头就全死透了，死鱼一文不值。这简直是吃力不讨好的活。这100斤东星斑的单子，我林雪接了。你，林家娘子，我知道你最近在卖鱼丸，但那都是些不值钱的淡水塘鱼，我要的可是深海的东星斑。别说是你，就是镇上最大的渔船，也不敢保证能活着拉回100斤。哼，就算想赚钱，也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就凭你们这一个村妇，加上一个病秧子，也敢揽着瓷器活？你要是误了我们明天的大宴，砸锅卖铁你都赔不起。你确定可以补到100斤？确定。好。能否抓到是我们的本事。既然采办总管不信，那我们不如立个契约。什么契？明日未时3刻，我们准时将100斤东星斑送到酒楼后处。若有1条死鱼，这100斤我们分文不取，白送给酒楼做鱼块。但若是这鱼1条不少，活蹦乱跳，我要这价钱在50文的基础上再涨2成，你敢不敢赌？好大的口气！死鱼分文不取是你们自己说的，立字据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明天怎么交差。草率了，草率了！我刚才真是被银子冲昏了头，怎么脑子一热就敢应下100斤东星斑的活？就算我能找到鱼群，但老渔母说的对，深海鱼出水就会因为气压不对胀肚而死。咱们那破木船连个像样的大水箱都没有，捞上来全变死鱼了，这拿什么交差啊？别急，我看过一本古书，记得一种给深海鱼放气保命的法子。鱼出水胀肚是因为标内气压太大，只要在捕捞上来时用细长的银针在鱼腹特定的排气孔轻轻扎一下，放掉多余的气，它们就不会死。至于水箱，咱们今天买牛车的时候，不是顺带买了2口大木桶吗？回去后，我们在木桶里放上深井打上来的冷水，再加上几大块深海带铺底。只要你能把鱼捞上来放气，我就有10成把握让他们活着进酒楼的锅。绝了！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有你在后面兜底，明天咱们就去把凌云酒楼的银库给掏空。啊，刚才冲动了，不好意思。原来是冲动吗？我喜欢，以后你再多冲动下。现在开启极限深海透视，过滤普通鱼类，全力锁定东星斑群。深度扫描完成，高压水流层下方15米，锁定高价值目标群落。找到了，楚叶，稳住船！好。起舞！他们胀肚了，快！胸鳍侧下2寸，道孔所在。
下，成了！你这手艺真是没得说。哼，未时都快过了，那对不知死活的流放犯夫妻还没影呢。我就说深海东星班就凭他们那破船也想弄回来，一会儿他们要是敢拉一车臭鱼烂虾来凑数，给我直接打出去！凌云酒楼的，出来收鱼！收鱼，林家娘子，要是死鱼，咱们字据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，分文不取。是死是活，总管自己掀开看看便知。这不可能！没有大船的活水舱，你们怎么可能把东星班活着运回来？这简直是见鬼了！怎么运回来的你别管，就问你，这鱼够不够鲜？够不够活？够，太够了！这成色就是府城也难寻啊！来人，快上车！足足105斤，全活！既然鱼是活的，按照契约，市价50文，再涨2成，便是60文1斤。105斤去个零头，总计60两白银。总管结账吧。楚公子大才，林娘子好手段，60两一分不少。走，去镇东头找老王，把所有钱都还了。我们债务还清了，可手头也不剩下多少钱了。把所有烂账清空，咱们才算真正喘口气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赚的每1文铜板都是真正属于我们的。只要能干活，这笔钱我们很快就能赚回来。是啊，一定可以。雪儿，叶儿，那鱼没卖出去，怎么空着手回来了？娘，您仔细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赵继良铺的欠单，这是督方的死账，还有王大柱家的，全结清了。母亲，全平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楚家在这岭南不欠任何人1文钱。嫂子，我们终于还清债了，我们不用低人一等了。这把火烧的是过去的穷酸和窝囊，以后只要咱们全家人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没有什么是翻不了的盘。明天开始，咱们该吃肉吃肉，该搞钱搞钱。我林雪保证，这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。都听你的，娘明天一早就去开荒地，绝不在家吃白饭。开荒的事儿明天再说，今晚咱们先开荤。肉是大肥肉，嫂子，我来给你烧火。喂，睡着没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今儿个把债还清了，我这心里兴奋的睡不着，刚好闲着也是闲着，问你个事儿呗。你问。当年在京城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可是堂堂国公府世子，带着兵打过胜仗的战神，你怎么就落到被人打断双腿流放岭南的地步了？功高震主，鸟尽弓仓罢了。我带兵连下北敌13者，可回朝那日，等来的不是封赏，而是在书房搜出的通敌信函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的双腿是在天牢里被审讯时硬生生打断的，为了防我越狱，也是为了让我变成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废人。这当皇帝的心眼也太小了，自己没本事镇住场子，就拿干活的人开刀。那你呢？从云端跌进泥里，引以为傲的武功废了，还连累一家子跟着受罪，你心里就不觉得委屈吗？委屈？若是半年前，自然是委屈的，甚至恨不得拉着所有人同归于尽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一点也不委屈。若没受这一遭罪，我又怎会知道这世间的烟火气是什么滋味？又怎么会遇到你？睡觉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杀猪呢。好，听当家的，睡觉。天气太冷了，出海太危险，幸好早就准备了土地和鱼塘，还有稳定的酒楼生意，全家也饿不着。娘，别冻着，你看，这是前几天在镇上买的棉花和布，您针线活最快，今天什么活都别干了，先给全家把新棉衣赶出来。雪儿，还是你细心。
娘，这衣服太重了，雪儿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也得走，冻不着就行。嫂子，这鞋底好厚，踩在地上软绵绵的，走路一点又不硌脚了。去年这时候，咱们刚被押解到岭南，住在那间四面漏风的破茅屋里，全家人挤在一起，盖的是一床发霉发硬的薄被，夜里冻得骨头都在疼。今年咱们有棉花了，一点也不冷了，这都是多亏了大嫂。是啊，过几天，等房子建了，那日子才真正叫好。凭什么这死胖子前阵子还穷得四处借印子钱，怎么一转眼就盖起青砖大瓦房了？连村长家盖的都只是土坯网，这砖头瓦片的得多少银子啊？我当时谁家摆这么大铺呢？原来是大嫂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在岭南盖皇宫呢。皇宫？你是想谋反吗？什么？你别血口喷人！我就是随口一句玩笑话，怎么就扯上谋反了？玩笑！大楚律例，妄议皇家行制，僭越称功者，形同谋逆，诛九族。各位街坊邻居师傅们可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你是想去县衙告我家僭越，还是想拉着全村人一起掉脑袋？你这娘子嘴巴也太毒了！你这大帽子扣下来，是想害死我们整个施工队吗？不，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大嫂，我刚才那是猪油蒙了心，满嘴喷粪，你千万别去告官啊！大哥，你也管管大嫂，他怎么能那么无怨我？刘大哥，麻烦把我堂弟楚明从工单里去了吧，这样的工人我可请不起。大哥大嫂，别啊！我干得好好的，这力气活我最在行了，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？你说呢？你个败家老娘们儿，天天正事不干，就知道眼红别人！快和大嫂道歉！大嫂，我错了，我嘴贱，我就是见不得你们日子过得比我好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赶我家那口子走啊！家里还指望着这工钱买冬粮呢。记住你说的，若有下次，我们就断亲。大哥大嫂放心，我一定管教好他。若有下次，我休了他。大白面馒头管够，大叔大伯们敞开肚皮吃。老天爷，纯白面的，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软和的干粮。这肉片切得比我半个手掌还厚，林娘子真是把家底都掏出来招待咱们了吧？大家都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。我老刘在十里八乡盖了半辈子房，从来没遇见过楚爷和林娘子这样的动静。每天5文的工钱，一天一结，从不拖欠。中午那顿饭，油水比咱们过年吃的还足。林娘子，这套房子盖下来，咱们这些糙汉子赚的钱，足够满满一冬天的粗粮。你是给咱们全村人在这要命的寒冬里盖了一条活路啊！多谢楚爷，多谢林娘子。刘老哥，各位乡亲，你们这话就外道了。大家都是乡亲，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我只知道肉管够，酒管饱，吃不完的，等会儿连锅底的肉汤都给我打包带走，回去给家里的娃娃们沾沾油荤。干！林娘子痛快！闺女，之前爹娘还担心你，现在看你这日子比爹梦里的都好。那可不。他这是……他总算明白，这过日子啊，嫉妒是没用的，得靠自己。忙着招呼别人，自己倒是一口没吃，先喝口热汤压压酒气。好喝。这房子真结实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监工的。以后哪怕外面下大雨、刮台风，咱们在屋里也能舒舒服服的。雪儿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死在某个雨夜里了。你当初怎么就选了我？要命！总不能说原主是个没脑子的超级颜控，而我只是个半路接盘替他还债的打工人吧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图你长得好看呗？你看这十里八乡的，谁家汉子有你这般俊俏？这买卖我可是赚大了。只有这些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林雪要找的是个永不言弃、顶天立地的男人。事实证明，我不仅没选错，还押中了一块绝世奇宝。雪儿，给我半年时间，半年内，我的双腿一定能恢复如初。往后，我楚爷会是你凌雪最坚不可摧的壁垒。谁若敢动你一分，我必让他拿命来填。行了行了，
我知道了。吃饭。听夫人的，多吃长膘。月儿，火再添一把，要大火急攻，鱼片才能在一瞬间锁住水分，滑嫩不散。晓得了，嫂子，这火旺的能把锅底烧穿呢。嫂子，好香啊！什么时候能吃啊？馋猫，在等半盏茶。都躲开点儿，别烫着。嫂子，这也太好吃了，又酸又辣，吃的我后背都出汗了。这鱼怎么比夏天那会儿还要嫩滑弹牙？是不是这岭南的糖水冷，鱼肉给冻得更紧实了？娘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冬天水冷，鱼不爱动弹，长得慢，这肉质自然就细嫩，这时候吃最是滋补。嫂子，你今天这辣椒放的也太多了，辣的我眼泪都止不住了。这屋里烟也大，熏死个人了。姐姐不辣呀。大嫂，我还想要一块鱼腹上的肉，没有刺的那种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这块鱼肉塞上你的嘴。年关就要到了，这头肥猪正好过个新年。大嫂，他长得这么胖，是去我们家吃饭的吗？傻小子，他是去给咱们当饭吃的。多谢姑娘。雪儿，哪有往咸肉里加糖和烈酒的？我们做腊肉只需抹上重盐，挂在冰天雪地里风干便可。这加了酒糖，味道不全串了吗？娘，京城冬天冷且干，挂在外面自然脱水。可这岭南不一样，冬天湿冷，空气里都带着水汽，不放酒和糖，这肉还没挂到过年，就得沤出发霉的绿毛来。高度酒杀菌驱虫，红糖提鲜防腐。岭南的腊肠不放这两样，根本存不住。好香啊！这酒味混合着甜肉味，闻着心里就暖乎乎的。嫂子，挂好了，现在拿出去挂起来吗？等等，灌完肠，表面难免沾上油脂，如果不拿温水洗这一遍，风干的时候油脂堵住肠衣孔，里面干不透，外面还招苍蝇。嫂子，咱们家今年做了这么多，能吃多久呀？敞开吃，吃到春耕都没问题。哇，咱家啥时候那么有钱了？俗话说，年二八喜邋遢，喜走旧年换新家。哎呦，海伯，这腊肉的酒香混着炸油卷的味儿也太勾人了吧！今年发大财了，咋做了那么多肉？不怕坏吗？这法子都是林娘子教的。林娘子说了，这广式腊肠风干了，放一冬都不坏。等大年30切2段铺在米上一蒸，那猪油瞬间渗进饭里，神仙来了都不坏。林娘子还说，咱们这叫尖堆捋路，金银满屋。今年咱们村可是要过个肥年喽！嫂子，你看，现在全村的屋檐下都有腊肠，这日子也太好了。是啊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咱们有一口锅，一双勤快手，都能把日子过下去。过年了，喜丫头，吃大肉了！店头露露，跟银满屋喽！新的一年真的要来了。我的腿已经能站很久了，这半个月来，我每天都在院子里练习走路，从竹椅走到灶台，再从灶台走到院门，从院门到堂边。如果今天也能坚持下来，我就和常人无异了。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3步，第4步。我做到了。汤在锅里热着呢，去不去喝？
小心烫，都离远些。好甜，大嫂娘太好吃了。慢点吃，烫掉你舌头。今天炸的油角可管够。写好啦？贴好了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进来吃油角。去通知世子爷，京城变天了。